好，欢迎收看天晴的玩具分享啊。那么正值端午，首先祝大家端午安康。那么今天的话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眼前这一款来自于炫卡斗士第2部炫卡斗士 S 当中的炎龙战神啊。好的，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来看一下玩具产品本身。首先的话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炎龙战神的一个武器啊。武器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一个非常巨大啊，也可以算得上是怎么说呢？整个剧集里面啊，最大的一个炫卡召唤器召唤出来的一个武器啊。那么我们也可以同时拿出这个我们的银翼骑士啊。那么我这个是韩版的，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是英文字母的，这我当时买的韩版的啊。那么银翼骑士的话呢，可以算是怎么说呢？厚度它俩几乎是相当，但是你看放在一起，炎龙战神的可以说是大了很多了。在整个就是炫卡斗士当中啊。一代的就不用说了，一代基本上就是薄片，那么到2代的话呢，越做越大啊。炎龙战神的话呢，这个武器可以算得上是所有人物武器里面最大的一个啊，没有之一了，真的可以说是没有之一了。然后呢，它的话呢，人物卡片呢，我们国代的啊是都有 NFC 的一个感应在里面的，包括你实际拿到国代的卡的时候，你同时就比如说我们再拿出韩版的这个人物卡的时候，你放在手上去掂这个分量的话呢，你会明显感觉到这个卡片的头部这个位置啊是有点偏沉的，然后韩版的话呢是很轻飘飘的啊，很轻飘飘的一个卡。然后呢，韩版的卡和这个国代的卡呢，在我们这个国代的召唤器上啊，没错，我也买了个这个2代的一个召唤器啊。韩版的卡我们插进去之后呢，是没有任何识别音效的啊，最多就是拔出来的时候你会听到一个拔卡的声音，但是你插进去它是没识别的。然后国代的话呢，我们所有的人物卡呢插上呢，因为它里面这个有 NFC 的这个感应区域啊是在这一片的，所以说你插进去呢，它会有一个音效的激发。那么首先的话呢，先跟大家来简单的看一下它的一个人物卡的一个在变身器下这个激发的这么一个声效啊。其实呢，你买这个所谓的召唤器或者叫变身器都可以啊，叫任何名都可以。它实际上它等同于一个招式介绍器。你知道吧？就是它有什么招式，它有什么能力啊？你想知道的话呢，你就可以买一个这玩意儿，然后呢，再搭配上这个人物卡插进去，你就可以了解到它有些什么招式啊。那么在这的话呢，也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展示，摁一下打开，然后这是国代的一个配音啊。然后呢，召唤完之后呢，你去转这个盘，它是触发它的一个攻击模式。第一次是先是变形，有一个变形声效，然后你再去转的话，它就是一个它的一个怎么说呢，招式或者模式啊。这是一个好，这是第2招。基本上第3个就是它的终极绝招了啊，然后你再去转啊，它就只有这么一句台词，然后你再去转，基本上它就又会回归到最初的一个音效了啊。那么基本上的话呢，每个人物的话，在这个召唤器上面的话呢，它都是有固定的一个3个招式啊。那么平常不用的话呢，卡片你就可以装在武器上面，大家可以看到武器上面的话呢，它这上面有2个凸点，上面也有2个凸点。对应卡片上的位置啊，我们对准之后给它装上就行了。平常呢，这个炫卡和它的这个武器就是在一体的。当我们要安装在人物身上的时候呢，我们把卡片取下，然后给它进行一个变形，安装上就行了。那么这块的话呢，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变形。首先的话呢，把侧边的面板往过来翻，这一侧的话呢也是同理翻过来啊。翻过来之后呢，把它的龙嘴给它打开，然后下面这还有一个面板也给它翻上来，龙嘴打开，然后将中间这一块最大的零件整个向后翻折。然后呢，上面这个零件还有一个部件，我们需要给它翻下来，这里面也是齿轮关节啊。把它变完之后，前面的龙嘴的话呢，我们可以先给它合上啊。合上之后呢，我们下一步就是跟它的手臂来做一个链接啊。那么它这个武器的话呢，它的下端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凸点的一个卡位点啊。对应的话呢，就是我们人物的这个左胳膊。那么这个链接的话呢，也只能通过人物的左胳膊去链接啊。那么给大家做一个展示，最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卡扣，你可以看到在它的另一侧的这个胳膊上面的话呢，这边是一个凸点，
到时候你要卡的话呢，这个位置它又不是个凹槽，所以说根本卡不上。而且剧中的话呢，它的这个武器召唤出来也是在它的左胳膊上啊，是要跟大家做个演示。首先直接用它下面这个凸点对应人物胳膊内侧这块这个凹槽，我们给它卡进去。卡好之后呢，往上翻折完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油罐这个位置中间这块是有一个凸起的，刚好呢它是收纳在内侧这个凹槽上。上下两端的话，我们先给它卡住，剩下的话很简单，侧面的面板我过来翻，可以上到这有两个凸起对应这边两个凹槽，扣住卡好。另一侧的话呢更简单，可以看到这边也是有个卡位点的，对应的话呢也是这种凸点凹槽，然后呢我们给它扣进去。OK，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武器的一个安插就完成了，非常的大啊。然后呢再给它胳膊重新卡回去。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炎龙战神的一个武器安装呢就算是大功告成。这可以看到啊，冲完之后整个这一边身体是往这边倾了，非常的大，也非常的沉。然后的话呢，武器的整体的一个展示的话呢，就跟大家做简单的这么摆个小 pose 吧啊，大家简单看一看就行，因为确实是非常的巨大啊，非常的巨大。OK， 简单看一下，然后整体武器搭载上去样子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它这个嘴巴，上下根部呢这块也都是齿轮关节，然后龙嘴的位置是可以做一个闭合的啊，非常的 OK。那么整体的呢，它的一个武器的安插的话呢，也就跟大家简单说到这儿。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个人形态下的可动以及它的一个变形啊。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在看完武器配件安插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炎龙战神的一个本体啊。本体的话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人物身高，也算是比较巨大的了啊。它可以算得上是在整个炫卡斗士里面，继绚烂雷霆王、重轨巨神，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赤焰新星啊，也就是前段时间大家一直在说这个重装赤魂王啊，然后呢还有我们的就是这个还有这个我们的玄铁战神，这几个大型机器人里面的话呢，我们的这个炎龙的话呢，可以算是个子上比较高的这一批了啊，就是在高的里面都算拔尖了啊，个子是非常大的啊。然后呢，整体的人物造型的话呢，也是非常的帅气，不论是玄铁还是他的话呢，整体的人物的这个造型没得说啊，确实是很帅的啊。转圈给大家简单的来看一下，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呢，可动的话呢，它也要比玄铁来的要强。玄铁当时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啊。然后呢，胳膊没有横转，然后手肘的弯折那块它只有一段。实际上的话呢，当时玄铁后面胳膊这个地方有一个零件片，它是挡在中间的。我不知道当时他们设计咋想，他完全可以把那个片连的跟他手臂后面下端的这一块零件完全是可以连在一起的，这样子手臂至少能做到90度弯折。但是人家就是不错啊。但是呢，到这个炎龙的话呢就没有这个问题了。炎龙战神的可动是非常不错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抬头、低头没问题，左右的偏头也没问题，球形关节嘛，然后360度旋转，非常的丝滑啊。肩膀这一块它有2个部分的抬肩，一个是根部，这么抬2段就顶到头了啊。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正常的，正常的一个抬肩，而且也是齿轮关节啊。然后呢，能做到一个平举状态，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呢，手肘这一块的根部旋转，也是齿轮关节，360度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呢，手肘的平转，这一点真的比玄铁要强太多了，360度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手肘的弯折也能做到一个标准的90度。拳头的话呢，它是没有一个可动的啊，因为呢，它这个手臂这块侧面连的这个看似跟油桶一样的东西，它实际上也是它的另一个武器，2个手臂都有，我们只需要给它拉开拉到头固定住，它有个卡位点啊，拉到头它就固定住了，固定住之后呢，你把这把剑推出来，然后一定要拉到头，也是有一个卡位点，卡住之后这个剑你用手碰它是缩不回去的，没卡到位你轻轻一碰它就会被推回去。完了我们再把2个面板给它扣回来，那么它手臂上的这个手刃吧，或者叫臂刃啊，也就出来了。另一侧的话呢，也是如法炮制啊，我们只需要将胳膊这个两边给它打开，拉到头一样也是有固定位点，用手摁它是回不去的啊。然后呢，剑也一样，拉出来拉到头卡住，然后再使劲把它2个摁回去。那么它双手手臂上面的这个臂刃啊，2个手臂上面的臂刃就这样子变形出来了。然后呢，当我们不需要使用的时候也很简单，抓住然后拉开，然后把它的剑给它缩回去，缩到头啊。缩到头之后呢，它在里面就不会乱晃了。如果你发现你买回来之后呢，这个剑你摆动胳膊的时候，它在里面会有哗啦哗啦晃的声音，那就是绝对是没推到头啊。推到头它也是有个卡位点的，你能感觉到。OK， 那么上半身的一个可动，还有它这个武器的介绍呢，也就跟大家说到这。下半身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腰部，没错啊，它也是有腰转的，而且腰部也是齿轮关节，非常的丝滑。然后腿部的话呢，齿轮关节前踢没问题，齿轮关节的后踢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也是没问题。侧踢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借助这块的零件，把这个零件要放下来，放下来之后呢，它的腿部是能做到一个完全的侧踢啊，非常的不错，而且齿轮关节非常的爽。然后它的腿部旋转关节呢是在膝关节的下面，然后呢360度旋转也是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也是齿轮关节。膝关节的弯折，齿轮关节标准90度。脚部的话呢，脚尖只有一个变形向上翻折向下翻，再多的话呢没有左右的一个接地啊。这样子的话呢，稍微有点可惜。不过整体的话呢，并不影响这个炎龙战神的整体的一个战力啊。而且可动的话呢，也是非常不错，摆 pose 啊，摆啥呢，都要比怎么说呢，要比玄铁要强很多呢。真的玄铁很帅，但是他胳膊的可动算得上是他的一个硬伤，也是我心中的一个痛啊。就是希望有没有朋友能够出个改的一个配件包，能给他改动一下，加一下可动啊，真的是很需要这个东西啊。OK。那么在说完这些之后呢，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吧。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来看一下炎龙战神的一个变形过程。变形过程的话呢，首先就是大拆特拆啊。那么首先将人物的胳膊全部都压到，现在垂直向下的一个状态，然后从后面，它这块是黑色的零件和红色的零件，我们需要握住前面肩膀红色的区域，然后把黑色的零件给它拔起来。那么这一侧呢，我们就算是拔完了，不算变形完成了啊，只能说是拔完了。然后这一侧的话呢，也是一样，都给它拔起来。拔起来之后呢，左右两个手臂，大家可以看到中间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凸和凹的一个结合的，然后给它扣住。扣住呢，我们就可以先放到一边啊，做准备工作了。然后下一步把它的裆这个地方给它打开。打开之后呢，下一步是要干啥呢？先把人物的头给它往后拔，要整个给它要拔起来，抓住后面的位置啊。往后一翻，整个后面就打开了。打开之后呢，借助它这儿和上端的转轴，把它整个身体看到没？从下面往上要提起来之后呢，这样子后面的空间就腾开了，我们就可以借助手部推它的腰后侧这个位置啊，然后往前一推，看到没？它的上半身就下来了。如果的话，你不把这个头部解锁啊，我给大家来演示一下，我们先卡回去。如果就说我们的头部现在还是恢复到上面的位置，我们不解锁，你直接推，它后面这个位置是会卡住的，所以说你还是得把这个地方解锁开，才能把车的头，这是上半身也是车的车头的位置啊，才能变形出来。变形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腿部放到旁边了，然后呢上半身也解锁完了，然后胳膊也全部拆卸完成之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行一个简单的组装。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来组装一下它的一个整个车型啊。那么首先的话呢，腿部这块很简单，转正，然后呢可以看到腿中间这边凹槽，然后对应这边的凸起，直接扣到一起，然后脚底板给它向上推，推完之后呢，下一步，然后我们是需要将它的这个人物的一个裆部啊，然后整个向起来抬，抬起来，就将这个原本连接车头这个位置的这个凹槽，腰部平面呢，转到跟它的这个膝盖脚底板收起来，脚底板一个平面，然后这时候呢，在它的下面就会有一个跟车头连接的一个连接位，我们这时候就可以从它下面给它翻出来。翻出来之后呢，下一步我们需要做什么呢？人物的腿后面这块呢，就是车型形态下的这个油罐啊，我们是需要借助它内侧的这些双头关节给它往上翻上来，它原本是包裹在腿的后面，然后呢，正常的话呢，我们以车的一个平面来看的话，这时候油桶是在下面的啊。我们这时候呢，只需要抓住腿下面的这些油桶，然后呢，从下给它往上看翻上来，然后向上推，然后最主要借助的就是它内侧的这个连杆，红色这个连杆给它往上推。推上来之后呢，先不要着急，在它的内侧呢，这会还有一个面板啊，我们要提前给它抠出来，抠出来之后放在这儿做一个预备工作。然后另一侧的话呢，也是。然后我们把它下面这个油桶抠一下，然后借助内侧这个红杆，大家可以看到往上翻折，翻折起来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内侧的面板呢给它抠出来，然后这时候呢，左右两侧可以看到上端这块就结合位点在这儿了，可以看到吧？结合位点就在，然后我们左右两边给它扣起来，然后上端这块红色的零件还有都给它扣好，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后车尾的一个造型其实就算是变完了。剩下的话呢，我们就需要把刚才我们合并在一起的手臂拿过来。拿过来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手臂侧面的油桶，在它的
一端啊，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有这么一个凸点的，哎，凸点的话呢，我们这时候对应的是什么呢？原本刚才我跟大家说的人物大腿侧面这块黑色面板，大家可以看到每边都有这么一个卡槽，我们这时候呢只需要把他的胳膊给它插进去，然后顺势怼过来，然后这时候呢可以看到这个凸点就会顺势卡到这个卡槽里面，两侧都是一样啊，两侧都是一样，推进去之后呢，然后顺势往下压，它就锁住了，然后你抖抖晃晃它也不会掉。然后还有一步就是把它上面这个面板哎翻过来，然后红色的面板也是一样打开，然后这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原本手臂后面留的这两个凹槽刚好对应这块这两个凸点，而在正常收纳的时候呢，这个红色面板卡的是这块这个位置啊，然后翻过来两凸对应这块两凹，然后扣下去卡好，给它摁一下卡进去，然后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整个车尾部也就是油桶的部分就全部变形完成了。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来简单的变形一下车头。车头很简单，首先呢，将人物的胸口这块这个零件呢向上推一下，哎，推到头之后，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炎龙战神的这个眼睛啊就出来了。然后呢，再将侧面这个肩胛的位置立起来，可以看到它的烟囱是在这样子啊。然后我们把这个烟囱呢给它立起来之后，然后人物的头部放下来，放下来之后呢，稍微借助关节让一下啊。先把它整个后车尾部向下翻一下，腾出空间，将两个肩膀这个地方扣过来。同样的话呢，在内侧也是有两个卡位点的，一个是这边的一个大凸 T 字形凸起，还有后面一个小凸起，对应这边的凹槽和后端的凹槽，两凸两凹，我们给它卡好扣紧。然后呢，但是也不要扣太死啊，稍微先不要扣死啊，这块我跟大家说错了，先不要扣死，留个缝。然后呢，这时候我们把底盘后面尾巴的位置往上翻，因为呢，在它人头的这个前面这个面板这个位置啊，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这块呢还有个非常小的凸点，这儿和这边哎都有个小凸，它刚好对应的呢是车头内侧这块和这边的凹槽。如果你像我刚才这个地方直接扣死啊，这个地方往上翻它是进不去的，所以说呢先留个缝，然后呢再将哎我们的这个后车尾部轮子这块推上去，哎人头塞好，推进去推到底，然后这时候再摁紧，看这个地方就卡死了，后面这个地方就不会乱动了，整个车头的一体性就全部都出来了。那么剩下一步呢也就很简单了，我们只需要将刚才我们从人物后面变出来的这个凸起啊连接到车头的这个凹槽当中，我们给它插进去。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炎龙战神的一个载具形态就算是大功告成了。OK，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来看一下炎龙战神的一个载具形态啊。那么相较于玄铁战神的这个平头车呢，那么我们这个炎龙战神呢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美式的这种大鼻头的这么一个拖车车头啊。然后呢，所有的轮子全部都是单独可动啊，滚动性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车头的这个旋转方面也是非常的丝滑啊。然后它拖的呢，后面整个就是一个大的一个油罐车，应该按它的性格的话，炎龙战神的话，应该它拖的是一个易燃易爆品的一个车啊。然后呢，整体的车身长度也是非常非常的大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帅气。然后同时呢，我们再将它的这个武器取回来放到旁边，你会发现这个武器在它整个车身面前啊，不论是人形还是载具，其实还是显得比较小的啊。OK， 我们把它放到一边。整体的一个载具形态就是这样，车身上的纹理细节刻画的话呢，也是有的啊。它并没有说省略一些细节刻画，该有的细节刻画，简单的一些细节刻画它都是有的。然后呢，只不过不是特别多啊，车顶上面潦潦草草一些小细节刻画它都是有的。两侧的话呢，细节刻画它都是对称的啊，只不过呢后面这个银色水纹啊确实是比较重啊。然后整体车头的话呢，我们再拿起来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车头上面的细节刻画，哎，侧面的车窗啊，还有一些进气扇、轮胎、轮毂这个位置还是上银漆的啊。然后轮胎的话呢，并没有采用软胶，它是一个硬塑料的，所以说刚才滚动的时候，大家会听到噪声是比较大的。然后的话呢，车尾这个地方它倒是很贴心的啊，这不是漆啊，而是塑料原件，用塑料原件给大家做了个车尾灯那个样子。然后转到正面就是车头的一个形象，然后这块呢没有 logo 啊，只是留了一个 logo 的位置出来。然后前车灯有上漆，人物的眼睛的话呢，这块哎车顶形态下的眼睛啊也是有做出来的，整体车顶的一个形象就是这样子。我们再简单的给它连接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炎龙战神的一个整体的载具形态我们就简单看到这里了啊。那么最后的话呢，我们再简单的做一个小总结，这款玩具可以说是真的玩起来非常爽的一款玩具。
要可动有可动啊，要质量有质量，然后要齿轮关节，到处都是齿轮关节啊，而且武器呢也是非常非常大，整个炫卡系列从1代到2代，我可以这么说，它的武器可以算得上是最大的一个啊。而且的话呢，现在的话应该是网上也应该有活动吧，或者是啊，现在的话这个家伙应该没比原先200多的时候，应该现在能降一点啊。所以说呢，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买一个去玩一下啊，确实是挺有意思的啊。怎么说呢？皮实耐操好玩啊，真的可以说是集这个玩具于一体了。个人是比较推荐大家去把玩一下、购买一下的啊。OK，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